詳細な供述は中山からではさらに取り調べ中です。協力する参加だ。大好吧。中国遊撃隊。ロドリとマウンジを中心とするポルトガル人とカショの連中。背後にある組織者は、マコ銀行公開理事長、大宝銀行の総経理、何氏。どうだ、福江さん。私の読みは正しかっただろう。报告，王总有紧急情况。沈阳40、70。手电筒。可是，怎么办？幸好马先生接应的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是杨昌收到了欧队长的电报，知道你带着荣队长来了澳门，这才通知我们派人接应的。当时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，好几趟车沿着拱北封锁线一圈一圈的找。万幸，还算是让我遇到。谢谢，哥，龙队长怎么样了？情况危急，必须马上手术。那要不要转到山顶医院？来不及了，我只能启用镜湖手术室，我来主导，马上手术。你们在外面盯着，有什么意外的情况，一定想办法挡一挡。好。知道你追捕的那个牛滚蛋是谁吗？只知道是欧新游击队和大火帮的联络人。根据大火帮连中的交代，此人就是中山游击队白鸽队队长龙海祥，中共乌龟山根据地的情报负责人。他现下不但参加地下物资线运输的全部秘密，甚至还掌握着整个深港澳地区中共地下情报网的联络方式。看来还真是条大鱼，难怪共产党拼了命的要让他来澳门。澳门只有山顶医院一家有手术条件。山口、直ちに部隊を率いて向かえ。生け捕りにしろ。はい。王队长，你带领出大风1号抓捕何贤。是。福江さん、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に行くぞ。大スラ総督が何というか聞いてみようではないか。喂，我是乔英婉。是我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刚才给大风1号打了电话，说何贤去了镜湖医院。我担心医院的电话被监听了，你赶紧赶过去，日本人要抓他。什么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事情他都知道，你只需要告诉他，西安轮的事情爆了，大后帮的2中已经全部招了，日本会同的警方要去抓他，让他赶紧跑，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日本人来抓你了，快走！贤哥，快走！对，快走吧。不用了，既然我签了租产担保书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荣队长。柯医生也说过，这场手术最少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。刚刚山顶医院打电话来说，日本人在那边扑了空，马上就会来到镜湖，所以。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开门，执行公务，快开门！我先出去拖一拖。贤哥，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，赶紧从后门走，要快，快走！对，从后门走吧。快走吧，贤哥。
Open the gate. Hurry up. 我是镜湖慈善会执理马万奇，三更半夜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马先生，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大丰银号的总经理何贤现在涉嫌一起偷运物资案，警方现在要拘捕他回去配合调查。据联合执法的日方提供的情报，何贤来了金湖医院，请打开大门，我们现在要进去找人。抱歉啊，我没在医院看到他。你们要是想找何贤，去该去的地方。我有接到情报，何贤就在金湖医院。你再不开门，就是妨碍日本联合执法。好，你们要是想搜查医院，就拿出相关的搜查令。这大佐，这事太过仓促，来之前确实也没办搜查令，要不还是等查实了何贤确实是在医院里，我们回去办理了搜查令再来吧。你少跟我找这个拖延！谁敢阻碍搜捕，那么就将视为同伙定罪。马万奇，你到底开不开门？这大佐，冷静，冷静点。这大佐，他们是讲法律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枪放下！贤哥，不好了，黄公杰带着一大票特务把医院的后门给围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前后都给堵了。要不贤哥，你先在医院找个地方藏起来。不，飞仔，把车钥匙给我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他们不是来抓我吗？我冲出去引开他们，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手术时间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要知道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你，还有龙队长。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联手，才可以把所有的特务全部引开。给我。女共党，何贤，追，上车！機関長、先ほど保線は女性共産党用されて、車で東へ逃走しました。私たちは今追跡所です。どやつだ、捕まえろ。はい。何贤，从后面跑了。关云总监，还不带你的人快追啊！啊，他跑了吗？谁看见了？你不会搞错吧？我紫机关特务队亲眼看见他开车冲出后面逃跑，还能有错？关云总监，你再故意拖延，就属于包庇。何贤要是因此逃了，我看你澳门警察厅怎么向大日本皇权交代！バカ野郎！哎，はい。Por que está aí parado? Vai lá atrás delas. 引过来了。快，跟快点！
让我去。二手に分かれて遮ろう。はい。报道，快点快！乔英啊，泽大佐，黄队长，原来是你们啊！吓死我了！何贤，你把女共党藏哪儿了？什么女共党？半夜三更这么大阵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装什么装？你没有藏女共党，你跑什么跑啊？黄队长，半夜三更，我开车从医院出来，就碰到一堆拿枪对着我的人，不是开枪就是围堵，换谁谁不怕。我当然认为你们是劫匪了，这是要绑票啊！不逃跑我还干什么？官员总监的警车一路躲在民底，你难道听不见？还是把警察也当成了劫匪？你看，后面一直跟着警车在响，我更会以为你们是劫匪了。那你到金湖医院干什么？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，去镜湖医院检查检查。身为一个女人，大半夜的不敢走夜路。贤哥是我朋友，我让他开车送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泽大佐，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是要调查物资案，还是要查人家的朋友关系？何先生，由您担保租用的政府公船西安轮上发现了大批的未申报柴油，涉嫌偷运物资。今天现在要依法对您实施拘捕询问，请您配合。还有这种事儿？行，我一定配合。逮捕他。贤哥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来吧。不行，我々の注意をそらしている。那个女共党一定还在金湖医院，快回去！是。走。Seguimos agora. Não os deixem causar confusão. Sim, senhor. 这就行。手术刀。捏死。清理伤口，准备缝合伤口，捏死。
怎么样了？不好，他们又回来了。手术还没做完，龙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，怎么办？这里是医院，你们凭什么擅闯？站住！李侯。 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正在手术，你们凭什么闯进来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是谁？他是静湖医院的助理护士小鱼。曾如座，你想干什么？左大佐，你怎么能乱闯人家的手术室呢？我怀疑静湖医院窝藏中山共产党游击队成员，并实施手术治疗，所以来检查。 柯医生，据我所知，静湖医院并没有获得刑事手术的权利。你在给谁动手术？是共产党游击队吗？伤者是我的弟弟柯正平，长兴行的经理，正当商人，澳门很多人都认识，他的身份您尽管查验。那他怎么了？手术还没做完，龙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，怎么办？ 他突发意外，摔断了肋骨，刺穿了肺部。因为情况危急，我来不及送他去山顶医院，我只能启动静湖医院的手术室，先实施抢救。关叶总监，我知道我违反了卫生署的禁令，但等我做完手术，我承担责任，我宣布辞职。但生命权优先，让我把手术做完，尽到一个哥哥、一个医生的基本职责，好吗？左大佐。 人家医生在救人，现在我请你马上离开。Notifica a esquadra para enviar reforços. Se alguém perturbar a ordem pública no hospital, prendam-nos imediatamente. Sim, senhor. 左大佐，你现在究竟是要继续调查偷运案，还是要无视澳门的法律？ 在此毫无根据的来扰乱医院的秩序。行，那我们就看看你们澳葡政府怎么实行这桩板上钉钉的多用案件吧。 柯医生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谢谢。阿平，阿平。
何先生，我代表澳门警方，下面就西安轮偷运一案，对你进行调查询问，请如实回答。没问题。很好，这是您亲笔签名出具的西安轮租船担保手续吗？是，西安轮是我担保租的船。那船上未经申报的巨量柴油也是你的？原本是，但现在不是。什么意思？请您解释清楚。这批柴油原本是罗德里公司正常进口的，因为欠大丰银号的货款，又以货抵债给了我，所以原本是。那为什么现在又不是了？还有正常进口物资，为什么清查中没有向政府申报呢？因为就在物资申报期结束之前，我已经将货卖给其他的客户了。货既然已经易主，自然应该有新的客户来如期申报。而我的客户说他会如期申报的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吧？卖给别人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出面租船运这批柴油？因为在大清查期间颁布的普日联合规定，租用政府的公用船，需要澳门商界代表人士出面担保。我的客户不具备这个资历，所以我就出面为我的客户办理了租船手续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柴油是别人的，未经申报你也不知情，只是替客户担保租了船而已，是吗？对。那您的客户真正的货主到底是谁呢？抱歉，我跟我的客户签了保密协议，我不能说。何先生，现在一切证据都指向你，如果你不说出真正的货主，可能会自己背上偷运的罪名啊。作为商人，我必须要讲究诚信，我不能说。不稳着点儿。好，一点放点，来，放着，倒起来，起来，好，1、2，走，小心啊！好。何先生，鉴于你拒不向警方交代客户情况，根据普日联合集思协议，日方代表泽荣作大佐要对你进行单独询问，请您配合。何先生，从前在香港，您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银号商人，逃来澳门时，甚至倾家荡产，跟那成千上万、衣食无着、朝不保夕的难民没什么两样。可短短的2年半，你已经一跃成为澳门最大的华商银号总经理。大西洋银行第1位华人业务经理，甚至稳坐澳门营业工会理事长宝座，而且一切也就花了区2年半时间。了不起啊！说实话，我只能做对你何先生真佩服的五体投地呀！但也唯其如此，我才更为你觉得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何先生竟毫不顾惜，借得来不易的一切，甚至连自己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的家都不在乎，却非要去替人受苦，把自己置入万劫不复之境地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大豪帮海云堂堂主梁忠，何先生，你应该很熟啊。梁忠落网后，已经在冲上全盘招供，包括澳门经营战略物资的所有秘密，以及背后的组织者。何先生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而就两众所知，这次托运的柴油货主，并不是你，你甚至一开始根本不愿意用。整个西安轮托运计划其实都是奥普政府由罗德里所为，是这样吧？抱歉啊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听得懂？何先生，过往的2年半，我现在不论，但说此次人赃并获的西安轮托运案件，完全是奥普政府所为，是他们直接策划、组织了驻俄战争物资运输，以援助英美盟军与中国政府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。而事发之后，你却变成了祖传担保的，成了此次罪案的罪魁。何先生，我不知道奥普政府许诺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出来心甘情愿去担这个替罪啊？是保你会无罪，还是政府会力挺让你轻微受罚，换取今后更大的好处？但总之一句话，你上当了。不说2年半来，你作为澳门防日地下物资运输线的总后台，但是此次西安轮托运罪案，依然是铁证如山。而一旦定案，我立方就有权要求引渡主犯。到时候别说一个奥普政府，就算李素斌出面，也休想保住你何显先生。既然泽大佐口口声声说有人证有物证，那还在这儿跟我费这个口舌干什么？我是可惜你这个人才，想给你留条出路。不会吧？泽大佐不是做梦都想整死我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怎么反倒客气了？不如我来猜猜原因。你说的那位中山落网人犯，只不过是道听途说，没有跟澳门政府正面打过交道，只想凭一份转述的口供，根本不可能定了澳门政府的罪。所以，你想利用我这个直接经手人，诬陷澳门政府，好给澳门政府扣上一个违反中立、参与战争的罪名，是这样吧？不管是怎样，只要你不配合，就是除恶三省之地。奥普政府平时怎么对你们中国的，你心知肚明。我就不明白，又有什么必要给他们当这个替罪啊？为了保他们，甚至不惜豁出自己的性命乃至全家的未来。好了好了，同宗民人对话，只需要点到即止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2条路，一是供出真相，我大日本帝国保证你以后稳坐澳门山界的头把交椅；第二嘛，就是执迷不悟。这条路会怎样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笑什么笑呀？我笑泽大佐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逼我出面诬陷澳门政府，从此给你们武装占领澳门找了一个好的借口。而一旦我出卖了澳门政府，从此我就没有退路了。
只能心甘情愿地当汉奸，为你们日本人服务，给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。我何某的一条性命，换来整个澳门和你梦想中数不清的物资，这笔生意还真是划算啊！不合作，你完了，你的地下物资线照样完了，左右是完蛋。区别只在于保你自己，还是保葡萄牙人阿瑞。明明一桩赔本买卖，你又何必替那帮什么好处也给不了你的葡萄牙人赔偿啊？在你看来，任何人做任何事，都是为了给自己换取更大的利益，是这样吧？不然还能为什么？所以啊，你根本理解不了，因为强盗永远利欲熏心，而你这种人只懂得威胁利诱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想让我平白无故的诬陷澳门政府，你打错这个算盘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躲。姓何的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山口。はい。通知中山县林念慈，立即将人犯梁中及其详细口供押赴澳门。はい。柯医生，荣队长怎么样？度过危险期了，应该能挺过来。郑平兄呢？他在病房，估计要躺1、2个月才能恢复。哎，你那边有消息了吗1个小时前，骆白打电话了，泽荣座已经下令中山方面把中枢连同口供押赴澳门。杨川已经紧急通知了欧大队长，他说他会尽一切努力阻止，但能否成功，没有把握。阿贤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他被蒲芳带走了。明白了。看来这次无论阿贤还是澳门，要过这一关，都得看欧队长了。林县长，这小东西怎么处理？一起带走。到了澳门，你要是翻供，或者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，你宝贝大孙子，我当场就……放心，放心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说。出发。李馆长，中山回电。何先生，告诉你个消息，中山县县长林念慈现在就已经押送人犯出发。现在是6点30，估计最多7点就将与皇军的护航舰会合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旦人犯交到海军手里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，所以你最多还剩半个小时。现在说出西安轮的真相，是你最后的机会呀！好，我说。好啊。你终于肯说了，快说！
现在还来得及。但这里是澳门，我是向澳门政府租的齐安轮，所以，我只向澳门警方交代。关野总监。何先生，请让无关的人员离场，关掉监听。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泽大佐，不行。现在是日普联合办案，我必须知道连犯的口供。可这里还是澳门，就算联合办案，澳门警方也有优先权。泽大佐，要是你不想破案，那你就尽管耗下去。真的？行，到了这一步，我连你们也说不出什么花招。我走。报告总督，贺县刚刚已经交代了那批偷运柴油的真正货主。是谁？抱歉，嫌犯的交代未必属实，警方还需调查取证，确认口供真伪后，自会把结果告知会方的。总督阁下，我请求带队前去拘捕贺县交代的偷运嫌犯，以查证伪。我同意，立即行动。是。老板，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刚给大房和何家打电话催问，才知道何县昨天晚上被抓了。被抓了？啊？什么情况？澳门警方和泽机关一块给抓的。听说是因为西安轮的什么柴油偷运案。西安轮，柴油我查过的呀，再查查。没错，是柴油啊！老板，我这边是水啊！啊？何贤，王八蛋，咱们上当了，他这是换成了水来诈骗咱们。不许动！都不许动！警方指示。哎呀，关野长官，小心！嫌犯持有枪械，并且涉嫌拘捕。李县长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大航帮和游击队他们啊？你问我呀！但是早晚会被打成马蜂窝，往码头方向撤。
这是我们在仓库里搜到的。这一份是王启正与何贤签订的柴油买卖合同，时间是3天前。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何贤支付西安轮租金的凭单，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中山县长林念慈私下出售柴油的密约。这些都证明何贤确实是在申报期结束前已将柴油售出，并带客户租船是合法经营。而逃避申报、暗中走私被警方查获还袭警拘捕的是王启正，他走私对象是中山县长林念慈。嘘だ。まったくのデタラメだ。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，照着鼓奏你心中的那些人。我会望烟尘弥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依然听闻风起潮声。你是远方未熄灭的梦，是心中未尽的回声，是此刻穿越人间后夙愿的相逢。你是岁月未忘记的人，是眼中未冷却的永恒，是我会以余生去追寻的路程。你留下黎明前的那一扇门，像这洪流前行中的那些人。我走在万家灯火的那一座城，也许能悄然留存风中雨。